嗨，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同大家講金同埋銀啦。隨住暑假完結，黃金白銀咧亦都進入第三季嘅上升軌道啦。不過滯脹嘅風險咧正在增加，影響未來嘅經濟變數咧仍然好多。咁市場嘅波動咧可能好大嘅。咁我哋應該如何部署呢？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美國經濟第二季反比先前報告要得強勁。美國第二季 GDP 季減年率終值上修至 3.3%， 高於初值嘅 3%， 同市場預期嘅 3.1% 顯著扭轉一季僅增長 0.5% 嘅疲弱態勢，顯示經濟動力呢喺當季有所回升。呢個歸功於消費者儘管對特朗普嘅貿易戰感到不安，但仍增加支出。星期五市場期待嘅關鍵經濟數據係7月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7月核心通脹率經季節性調整後呢，年率為 2.9%， 符合預期，但高於6月。各個央行將通脹目標設定為 2%， 因此禮拜五嘅報告顯示，經濟呢仍距離聯儲局感到舒適嘅水平呢，仲爭一段距離。但 FedWatch 工具顯示，9月降息0.25厘呢，機率為 87.5%。喺8月30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 97.85， 道指報 45,544 點，標指報 6,460 點，納指報 21,455 點，黃金報 3,448 美元，白銀報 39.73 美元，鉑金報1375美元。隨着暑假完結同埋央行購買黃金喺9月重啟加速，疊加嘅避險同埋弱美元嘅預期回升，黃金白銀價格可望再升。首先講下影響9月減息嘅事先。一如所料，7月美國聯儲局呢未有按總統特朗普催促而落實減息之後呢，招來特朗普更專橫激烈嘅威逼，務求反轉聯儲局，確保9月議息會議呢務必夠票減息。就連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亦睇不過眼啦，暗示特朗普政府肆意破壞聯儲局獨立性呢，恐讓經濟失控。實際上對特朗普而言呢，為咗減輕債務負擔、支撐美股、避免經濟衰退、為明年中期嘅選舉鋪路，當前冇乜嘢比減息更重要。即使動搖美國信用，亦在所不惜。只怕未等到政客總統4年任期完結，美國人會知道呢種不顧後果嘅極端施政將敗掉美國嘅老本。聯儲局理事庫克既是一個黑人，也是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堅定嘅支持者之一，當然被特朗普針對啦。不無原因，雖然特朗普說要立即解僱庫克，但聯儲局屬於獨立性嘅機構。呢類關乎總統與獨立監管機構之間嘅法律爭端，必須通過司法程序嚟解決嘅。鮑威爾選擇不承認該命令，繼續讓庫克履行理事職責，直至法院判決為止。美國經濟可能正在走向一輪類似70年代嘅滯脹。好多預測人士表示，美國正在進行經濟增長放緩同埋通脹加速並存嘅時間。呢個現象嘅根源係在於特朗普關稅政策。呢啲政策推高咗消費者嘅物價，同時咧拖累咗就業嘅市場。星期五發佈個人消費支出報告顯示，通脹率咧為 2.9%， 高於聯儲局設定嘅 2% 年率目標。下個禮拜就業報告預計咧將顯示就業率增長乏力㗎啦。投資者必須認真看待通脹率高於聯儲局目標嘅現實，因為喺呢個經濟增長放緩嘅背景下呢，
通脹率可能會高於聯儲局嘅目標嘅，呢個將為輕度滯脹咧埋下伏筆。滯脹咧唔同典型嘅經濟衰退，典型嘅經濟衰退會導致經濟崩潰，物價隨之下跌。聯儲局鮑威爾上個禮拜喺傑克遜霍爾經濟峰會上發表講話，佢暗示咗滯脹嘅風險，但並未有用滯脹一詞。分析師表示，雖然鮑威爾最新表態為9月降息打開大門，但呢個並不代表聯儲局鎖定大幅寬鬆嘅路徑。雖然鮑威爾表態9月降息留下廣闊嘅空間，但喺降息之前呢，仲有多份嘅通脹數據以及勞動力市場數據即將公布。呢啲數據呢，可能會繼續左右聯儲局嘅雙重使命。9月嘅降息尚不能說係板上嘅釘，美國經濟好可能會喺物價上漲同埋增長放緩嘅重壓下陷入衰退嘅，而人工智慧熱潮破滅嘅危機仍然存在。滯脹係比衰退更為嚴重嘅現象，其特徵就係經濟增長低於趨勢嘅水平，而通脹率咧就高於趨勢嘅水平。美國銀行8月初進行一項調查顯示，約70% 嘅全球投資者預計美國經濟將在未來12個月出現滯脹。喺上一期咧，經過呼籲大家俾我點讚，我獲得超過1000個點讚咯。我必須喺呢度多謝俾我點讚嘅朋友，仲有你哋嘅訂閱、點讚同埋分享咧，都係免費嘅。但呢個係代表你俾我嘅支持，我仍然希望咧今期會有1500個點讚，所以大家記得俾我點讚啊！歡迎大家留言，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思科時代爾鑄幣廠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喬希菲爾表示，世界正在分裂，貿易線路日益緊張，金條嘅自由流通已無法得到保障啦。呢個正推動從呢個倫敦向外分散化嘅趨勢。佢認為倫敦如今已不再是儲存實體金條同埋最佳持有地嘅首選地點。佢表示，隨着新嘅大型買家進入市場，實體供應壓力將加劇。喺訪談中印度市場監管機構正考慮允許該國1770億美元嘅退休金體系購買黃金 ETF， 僅1% 配置就可以釋放17噸黃金新嘅需求。東方市場呢種巨大嘅需求凸顯咗菲爾所說嘅與西方市場基礎設施嘅結構性不匹配，尤其是將倫敦400安士嘅金條重新精煉成亞洲所需嘅1公斤金條，呢種結構性嘅轉變喺板市場表現更為明顯。預計該市場將連續5年面臨超過2億安士嘅供應短缺。菲爾認為板嘅投資理念已經發生咗永久性嘅改變。因為板作為軍事、人工智慧同埋綠色能源應用領域嘅關鍵礦物角色，已經創造咗一個新嘅非自由支配需求嘅底線。佢警告，真正嘅市場壓力將來自各國央行未來流動性嘅事件，喚醒相對平靜零售市場時嘅到來。當銀行、政府、產業參與者同埋零售者同時爭奪同一資產類別時你就會見到火花四濺啦。佢預計黃金市場將迎來爆炸性嘅10年。佢總結，隨着黃金市場日益受到控制同埋政治化，投資者最終面臨危機可能不止在於價格，而係如何獲得呢個實體嘅黃金。所以你應該持有實體黃金，並不是紙黃金。我哋睇下月底黃金嘅關鍵價格啦。8月將結束。8月圖表發布可能有助於今年剩餘嘅時間內吸引更多機構投資者同埋散戶投資者進入呢個行業。考慮到呢一點，呢個禮拜我將花一啲時間回顧一下月度嘅圖表，睇睇禮拜5收盤前是否有啲關鍵水平值得關注。首先嚟睇黃金現貨價格，周線圖上趨勢無疑係走高嘅。但目前嘅價格處於過去2年中3次出現
橫向盤整嘅狀態，你一定會注意到每次盤整結束，價格都會飆升15至20%。價格是否好快就會再次飆升呢？跟住睇下左邊下邊嘅月線圖，或許咧能幫助我哋回答呢個問題喎。如圖所示，黃金現貨價格距離再創月度收盤新高僅剩幾日啫。呢個禮拜只要橫盤整理，就足以構成另一場嘅上升啦。並在月線圖上畫出一條漂亮嘅陽線。禮拜五收盤若突破$3400嘅關口咧，將激發更多嘅熱情，幾乎可以肯定喺9月咧將出現呢個突破。跟住咧再睇下月底白銀重要嘅價格。左上圖咧係白銀嘅周線圖，顯示其盤整走勢咧同呢個現貨黃金係類似嘅，但形態略顯粗糙同埋漫長。無論如何，你都能睇出周線圖收盤價格高於$39嘅重要性喎。不過就好似黃金一樣，左下嘅月線圖才係真正睇出嚟嘅地方。呢個禮拜現貨白銀只需橫盤整理，就能創下14年嚟最高嘅月度收盤價。只要維持喺$38嘅上方收盤，呢張圖咧就夠吸引啦。但係咧就好似周線圖一樣喎。如果禮拜五收盤超過$39咧，白銀咧喺9月份將會繼續上升嘅。我哋從宏觀嘅角度睇下黃金嘅秘密同埋白銀下一步嘅走勢。安德魯斯萊係 Spot Money 嘅高級銷售嘅代表，喺最新一期嘅安德魯博客中指出，各國央行大舉購買黃金，進行咗令人信服嘅論證，並強調各國嘅央行正在戰略性地撤資法定嘅貨幣。呢啲細節表明，各國央行咧正在拋售美元。Andrew 指嘅係各國央行喺2025年第二季度購買咗166噸嘅黃金，比平均嘅水平增長咗41%。佢解釋話呢個並非偶然嘅，佢哋正在為支持或將財富轉移到下一個體系做準備。Andrew 認為世界各地嘅法定貨幣都在衰落，而作為該體系嘅建構者，各國央行也意識到呢種嘅衰落。Andrew 強調，每次重大貨幣崩潰咧，持有貴金屬嘅人咧都毫無損傷嘅。回顧歷史先例，佢指出喺大蕭條嘅教訓，嗰啲持有貴金屬嘅人咧係冇損失嘅。佢以以色列嘅1985年啦、塞浦路斯、土耳其、希臘同埋愛爾蘭等國嘅危機為例，黃金版守護咗財富，而法定貨幣咧則遭受重創。關於版價格嘅潛在飆升咧 ，Andrew 認為當前對利率嘅關注，尤其是鮑威爾喺傑克遜霍爾經濟研討會上嘅講話之後咧，已經立即引發市場重大嘅反應。如果係真係喺9月降息咧，黃金同版價格咧將大幅上升㗎啦。即使佢唔降息，單靠印鈔咧，亦都會導致通脹嘅，並推高咗黃金同白銀嘅價格。呢種通脹咧係螺旋式上升嘅，喺法定貨幣貶值嘅同時，強化咗白銀嘅長期價值。Andrew 強調，囤積黃金同埋白銀嘅最終目標唔一定係為咗美元嘅收益嘅，而係為了購買力嘅。體系嘅崩潰後咧，每個人咧都破產㗎啦。你用1兩嘅黃金、60盎司嘅白銀，可能可以買下房屋同埋房產，然後咧你就累積大量嘅資產。佢嘅預測並非是否會發生崩潰，而係幾時會發生崩潰。佢認為現在嘅貨幣體系咧即將失效㗎啦，冇用呢個貴金屬避險嘅人咧，可能會面臨財務嘅危機。佢表示呢個對個人嚟講咧，亦都同樣重要嘅。現在你要持有黃金同埋白銀，以保護你個人嘅財富。雖然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下月大好機會減息㗎啦，美股黃金白銀喺星期五咧繼續大幅飆升。大家要注意喎，似乎9月降息敞開大門嘅，但並非萬無一失嘅。
因為實際嘅基本面並冇改變。首先就係關稅引致通脹。高盛經濟學家假設企業將透過提價方式，將最少70% 嘅關稅直接成本轉嫁俾消費者。Oxford Economics 經濟學家 Michael 預計，通脹率將進一步上升至年底嘅3.8%。另外 AI 泡沫爆破可能引致股災。麻省理工研究人員一份報告顯示，至今為止咧，95% 企業嘅人工智慧計劃都冇為企業帶嚟呢個回報，就係零回報。相信要睇到呢啲企業獲得盈利咧，仍需要好長嘅時間。加上 OpenAI 執行長 Sam 最近嘅評論，佢認為人工智慧嘅熱潮咧，具有一些類似泡沫嘅特徵。呢個明顯同呢個2000年科網股爆破之前呢十分相似。再講就係滯脹比經濟衰退更為嚴重，其特徵係經濟增長低於趨勢嘅水平，而通脹率呢佢係高於趨勢嘅水平。美國銀行8月初進行一項嘅調查，約70% 全球投資者預計美國經濟將在未來12個月出現滯脹。我估計喺2025年下半年呢，美元繼續貶值嘅，滯脹風險為50%，而滯脹會引致股災，股災會引致經濟衰退，經濟衰退呢又會引致滯脹。以上危機疊加情況之下呢，我相信股災將會喺2025年下半年發生嘅。當股災發生初期，我預計黃金、白銀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白銀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呢就會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白銀呢亦會升至$100嘅。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呢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